第9章钉资。最后一天，我大获成功，我和老唐两人签了2张1万3的单，而百盛鞋厂的这张单也让我完全蜕变了。那个腼腆内向的工厂小哥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我好像在签单的那一瞬间就彻底的融入到了深圳的节奏中。从不及回福田的公车上，我把钱抱在胸前的手提袋里面，心中升腾起的是前所未有的欲望。回公司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，但是我和老唐受到了英雄一样的待遇，不只是我们部门，整个公司都在等我们。公司周总监把我请到台上，让我给全公司的业务员分享绝地反击的精彩过程。那一天我彻底放开，像疯子一样的冲着团队喊：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好吗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100多人的营销团队，所有人都撕心裂肺的喊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。然后我站在前面侃侃而谈，觉得自己像个凯旋的将军。整个过程我的血液都是沸腾的。周总监亲自把提成的2600块钱给我，然后马从敬又把责任底薪的1200块钱给我，我把这些钱一把抓在手中，那种感觉太好了，终生难忘。我在心底暗暗发誓要赚更多钱，很多很多。我受够了贫穷窘迫的日子，受够了屈辱的日子，我要用钱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命运。晚上和老唐喝酒，两人都醉了。老唐跟我讲，说他之前被骗进了传销，干了几年，现在举债一身，有家不能回，完全没有后路。如果这个工作干不成，他真可能从深南大道的天桥上跳下去。然后他问我，陈斌，你怎么来干这个工作了呢？我愣了一下，端起酒杯的手慢慢的放下去。我很难准确的描述当时内心的感受，只能说是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。MZX， 下意识的我又想到了宋果，想到了当初我们在一起的那些种种美好，我的心像针刺一样疼。我心中很清楚，之前的所有都翻过去了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我也永远不会再回头。然而第二天，我上班没多久就接到了宋果的电话。我问宋果，啥事？你真的来深圳了？我不想跟他多聊，想尽快的敷衍了事。这样吧，电话里面说不好，要不下班了我们碰一下。宋果道，我刚上班没多久，事情比较多。宋果听出了我的婉拒，他嘿嘿一笑，道，你不要多想，我不欠你钱吗？怎么了？这么大方，不用我还了。我一听宋果这话，就能想到他趾高气扬的模样，心里就有一股火压不住。我心想，老子当初供你参加各种培训班，那都是我在工厂打工的血汗钱，我凭啥不要你还呢？一念及此，我便道，那行，下班了再说。我挂了电话，压根儿就没把这当回事。我开始琢磨业务的事情。昨天喝酒之后，我和老唐商量了一下，准备针对百盛和百利2家鞋厂继续深挖一下。百利卖了几万块的域名，马上可以趁热打铁，再给他们上个网站的项目。而百盛这一边刚刚签单建站，信任度够了，也可以搞一搞中文域名，搞个10多个关键词，一个搞10年，又是好几万的业绩呢。我抽了一支烟，便去找马从敬，道，老马，我这个客户人际关系有些复杂，我把百盛鞋厂内部谢明军和郑小军之间的情况跟老马汇报了一下。我现在对马从敬有一种无条件的信任，这个女人不仅精通业务，她对人性的把握，包括阴谋诡计这一套，她都是顶级的。我们部门新部门成立的第1个月，部门的业绩就干进了公司的前3，马从敬的彪悍可见一斑。公司里有小道消息说马从敬大有来历，对此我深信不疑。我想就算深圳这个地方藏龙卧虎，但是像马从敬这样的存在应该也不多。马从敬似笑非笑的看着我，道，行啊，解决这个问题比较简单，但是还有件事你得先办。我疑惑的盯着马从敬，马从敬指了指楼下，钉子，马上打电话约他，泡他。我操，我忍不住爆了粗口，老马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你他妈才有毛病，你不是讲让我放马过来吗？这就是我放的马。马从敬冷笑，你们都停一下，都过来，你们瞧瞧咱们的陈斌陈总。我好心好意的给他推荐一个绝品女友，他竟然怂了。方柔，你帮我测一测，这小子是不是功能不健全？方柔咯咯的笑，这个女孩是重庆人，说话噼里啪啦像打机关枪一般，很大气洒脱。她笑嘻嘻的凑到我身边，竟然直接坐到了我的腿上面。我闹了一个满脸通红。方柔并非那种没底线的女孩，纯粹就是爱开玩笑。我一有反应，她就嘻嘻的跳开，道，经理，功能没问题，就是有些不熟练，熟能生巧，还要多练。马从敬脸一黑，道，听到没？打电话，谁怂谁是王八蛋，这是你自己说的。我把眼镜摘下来，扯了一张纸巾擦了擦，我拿出手机，我马上去打。马从敬道，怎么还要躲着打？我冷笑，我他妈跟女朋友打电话在你面前打，滋你一脸狗粮吗？部门的兄弟们轰然大笑，马从敬的脸像冰封一样凝固，显然我的反击也给了他一个猝不及防。我心情大好，去吸烟区掏出了一支烟，我把钉子的手机号码调出来，犹豫了1分钟，下了拨号键。哪一位？钉子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好听。您好，
丁小姐，我是陈斌，上次我在日光大厦楼下磨访过您。哦，你好，前段时间不是说想约您吃个饭吗？一直都忙俗事儿，竟然没抽出片刻闲暇。今天丁小姐能不能赏光？我们就在日光大厦附近吃个便餐，顺便再聊一下咱们这个行业。那个，行吧，但是要晚上，我6点半下班。结束了我丁兹的通话，我长出一口气，这个电话倘若是半个月之前打，我肯定打不了，但是现在，我他妈还是想问候马从静的家人，